上个月我经历开始澳洲第一份工作，被开除，然后找到第二份工作。到这个时间点，我的生活一直维持在一个混沌的状态，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秩序。到了这个月，工作的部分终于安定下来了，这也代表我必须重新开始打造一个生活的秩序。我的生活逐渐稳定了下来，不过中间还是有发生一些小小的插曲。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开始将新的生活规律逐渐的摸索出来。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2025年的7月吧。最近我几乎都搭我日本人的室友 Go 的便车一起上班，20分钟多的车程，让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聊天。那透过每天这样聊天的过程，我们交换了许多的想法。我了解到他是一个喜欢运动，然后喜欢一个人去探索大自然。他话不多，然后专注于自己的目标上。这也是我第一次跟日本人有这么多深入交流的机会。随着番茄厂的工作逐渐稳定下来，我现在总算是可以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创造新的生活稳定态。大方向上，我当前有3件事情是想要完成的。第一个是我有很多影片想法，想要拍成影片，我的课程也有一些内容想要再追加。第二个是我有一些网站跟 App 的想法，想要去做开发。那第三个是我有一些还没有看完的书，也想要去看完。那这时的我还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兼顾去完成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我新的生活稳定态看起来会是什么样的面貌。不过就希望在这个月可以逐渐的摸索出来。搬来澳洲之后，因为生活失去了原本的秩序，所以原本在台湾保持的运动习惯也因此中断了。不论如何，运动都是这个稳定态中必要的一个拼图。所以有了一个固定的工作之后，我也是时候开始找回运动的习惯了。所以说我就到附近的健身房去办了会员。Is $110 each. Okay. On card? Yep. Yep. So you're both good to go. Are you going to stay and train today? Yep. Yep. So just make sure you scan your tags just on the red light as you go in. Otherwise, it's good to go. Alright. Sweet. Thank you guys. 那这边的健身房真的是每个人都还蛮巨的，希望我自己在离开这个小镇的时候，身材方面也能够有一点点的成长。OK， 各位刚吃完早餐，然后现在时间是7点39。那因为今天9点上班比较晚，大概8点半再出门就好，所以现在可以稍微录一下影片，然后弄一下我的 Patreon 影片吧，这个月的 Q&A 还有自营周报。OK， 大家好，欢迎回到自营周报 Week 12。这个礼拜我连续工作了7天，越来越长的工时让我要维持内容创作输出的节奏这件事情越来越困难了。就必须在早上出门前赶快录制，跟我这边工作越来越忙的状况相反。印尼人室友他们的工作常常因为天气下雨，所以说就没有工作，就会待在家里，然后闲闲没事干。我看着他们悠闲的样子，也让我慢慢开始思考，然后开始可以欣赏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形态跟态度。来到澳洲之后，我看到了你在台湾不太会遇见，甚至有可能是某些人认知外的一些生活方式。比如说有些人会四处的去迁移摆摊，有些人则是四处去找农场然后打工，或者说做打扫的工作等等。因为澳洲这边的基本时薪非常的高嘛，也让这种生活方式就可以维持一个蛮好的生活品质，成为一种不错的选择。这让我了解到，其实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追求不断提升自己的道路。重点是你做了一个选择之后呢，就不要抱怨，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这个心态。那当然，我还是会朝着我自己的道路持续的前进下去。这个礼拜我把自营月刊 Episode 1的文案完成了，也就是6月号。这一次呢，我写了1万多字。我也开始写了一篇新文章，叫做《我不爱旅游，为什么要搬到国外》。我希望可以把我频道的宗旨以及我做出各种决策的背后的脉络交代得更清楚一点。
才不会很多人好像看不太懂我频道到底想要干嘛。那我现在也已经慢慢开始习惯写作这件事情，现在真的非常常需要写作。虽然写作从来都不是我内容创作的主轴，不过不知不觉中，我这几年累积输出的文字量也是还蛮可观的。从早期我拍的技术类影片，到后来开始写部落格的文章，现在又回归到写很多影片的文案等等。写作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精炼、不断的反刍你的文字还有概念的过程。有时候在这个过程中，也会蹦出自己意料之外的想法。今天想要谈一谈我这个频道未来想做的方向。那我今天想要教各位如何从零开始学习怎么使用 Git。那我已经确定我之后的工作，所以我下个礼拜就要开始上班了。对，我被裁员了。今天这集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几个月前被裁员的过程以及之后的规划。现在是一个星期二的下午1点多。你要说为什么我现在在这边不用上班？回过头来看，我的写作以及思考还有表达能力，都在这几年不断的锻炼的过程中，真的有蛮显著的提升的。以前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是拿到4级分就已经很高兴的作文苦手。这个副频道原本都是以不写文案，然后即兴输出，也不会做什么剪辑的这种方式的低成本影片为主。不过我现在开始试着提高影片的品质，想要做出一些更有影响力的内容，所以写作量也一口气的开始大幅提升。这周礼拜二，因为 Go 他放假，所以我不能搭他的车，但是我又要去上班，所以我这次就改搭另外2个新来的日本人同事的车，他们分别叫做 Kodo 跟 Yuji。先搭其他2个日本人的车，现在在等他们的车。アクションとかはめちゃめちゃありますけど、面接はないですね。一开始我还有点担心能不能跟他们打好关系，所以我就决定不要太 try hard， 就自然的跟他们简单聊几句话，认识彼此就好，但是也不用太急着想要加入他们的对话。这礼拜工厂开始有装箱哈密瓜的工作，所以终于可以开始转换节奏，做一点有点不一样的工作。那装箱哈密瓜这个工作，我觉得算是这些工作里面算比较有趣的一种。它的工作内容是从一个很大的货柜里面，这边是叫 bin， 然后把哈密瓜给拿出来，然后再分类成5种不同的尺寸，分别是6、7、8、9、11这5种尺寸。那最大的哈密瓜就是装成1箱6个，而第2大的就是装成1箱7个。这样以此类推，就这样一直拿出来，一直分类。那刚开始我做这个工作的时候，还会有点分不太清楚，这个大小到底要放到哪一种箱子才对。不过大概做了2天之后，我就发现大脑会开始掌握这种快速辨识的能力，你就可以一看到的瞬间就知道要放到哪个箱子里面了。我发现在澳洲这种很容易就一直换新工作的环境，你很容易就一直体验到这种逐渐提升一个小技能的熟练度的感觉。不过刚开始你的熟练度很低的时候，速度跟不上，真的会有点紧绷啊，因为会有点压力。那随着进入农作物的旺季，工时也开始逐渐变长，这周甚至有时候一天会工作10小时的情况也有。那一周累积下来，有时候我的工时是超过50个小时的，一周的薪水也开始突破1000澳币以上。最近正值比特币突破新高的时候，所以澳洲这些打工带来的一些多余收入，我也就持续的投入市场中，持续去累积我的资产。这样的高工时对我来说算是有好也有坏。好处就是我待在这里的这段时间是可以存到不少钱的，并且我集签应该也可以如期的在3个月以内就完成。但是坏处就是在这样子的工作时数之下，我光是要保持自营月刊每个月的更新，时间就差不多已经用完了，只剩下一点点剩余的时间是可以看书或是做其他的事情的。并且也因为这个工厂是没有固定每周的哪一天放假的，他们都是前一天才告诉员工明天放假哦，
就寄个简讯跟你讲，所以说基本上很难事先去安排其他的一些活动。那我在内容创作的部分也只能使用零碎的时间去完成。现在对我来说，长时间的专注就成为一种奢侈品了。对我来说，这样子的生活形态是我过去并没有尝试过的，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比如说在工作中可以跟日本、韩国、意大利、智利等等不同国家的同事每天用英文去交流的经验，同时呢，我也可以不断的检讨，去优化我的社交方式。那工作中也有一些澳洲人的同事，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也可以了解到当地人的世界观以及生活方式。比如说，我有一个同事是一个17岁的澳洲女孩，她说这边的人大概20%都不会读完高中，就直接辍学，她自己也是，然后就直接去工作。我觉得这些认知就是你花钱也买不太到的经验还有知识吧。但是我在这边可以边赚钱边体验，我觉得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除此之外，每天这样做很累的工作，我觉得也是精神跟体力上的一种磨练。人生中能够有这样子一段的体验，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不过话虽然这么说，我也坐下来开始慢慢感觉到，其实在这个地方大部分的东西很快就体验完了，能力上的成长也会开始逐渐的趋缓。那过一阵子适应之后，剩下的就是不断的重复而已。所以说我也很确定这个地方并不是我会想要消耗数个月以上生命的地方，毕竟澳洲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是可以去探索的。所以我也开始期待在这个之后，也就是我的下一站还会有什么样的旅程继续等着我。星期六下班后，我跟之前工作认识的一些同事相约去海边烤肉。那正当大家相谈甚欢的时候，突然有一些澳洲当地的5名左右喝醉的青年乱入我们的局，其中包含了白人还有澳洲的一些原住民，里面有些人甚至是喝到烂醉了，走路都走不稳。那我就跟其中一个人，他是一个原住民，我就跟他聊了不少。那这边原住民其实也就一般人啊，只是皮肤比较黑而已，但是他们穿的衣服啊什么都是正常的，只是种族不一样，就像亚洲人、白人这种不同的种族。我就跟他聊天，聊着聊着才发现，他虽然留了一脸络腮胡，让我以为他可能年纪跟我差不多20几岁，但没想到他们这一群全部都才18岁而已。在澳洲这种很乡下的地方，学历并不是很重要，所以很多人连高中都不会念完，就直接辍学。那这群人当中，有些人是有在做正当工作的，那也有其中一个，我听说他好像是一个富二代，所以就有点游手好闲的感觉。那也有其中一个，他是靠着领政府补助，就这样过活的，算是无业游民吧。那我听他说，澳洲政府好像会发给没有工作的原住民，这边是叫做 Aboriginal， 发给他们补助金，据说是1周就可以领到660澳币，也相当于1个月就可以领到大概5万多台币的钱，已经是一个台湾一个不错上班族的薪水了。也难怪他会一直说 It's not worth it to get a job。不过我自己身为一个已经体验过这种绝对自由的生活，我也已经得到无尽的自由其实不是最爽的状态这样的结论。这样的我就出于好奇，我就试探他一下，我就问他，你现在这样子的状态不会觉得人生蛮无聊的吗？结果就有点像他印证了我的猜想一样，他就承认的确是蛮无聊的，并说他之后有打算去找一些薪水比较好的工作。我想人类或许就是需要一个目标或工作，然后不断向前的生物吧。总而言之，正当我们聊得起劲的时候，他的一个喝醉的朋友开始发酒疯了，拿起酒瓶就开始往地上砸，让在场的人都有点惊呆了。那还好，后来一些比较清醒的人就赶紧把这些人拉走，然后他们就开车离开了。那我因为我明天要上班，也提早离开现场。
那后来我透过其他的朋友才得知，那群澳洲小孩中的那个白人，竟然还有答应要带我们其中的一些人去搭他的游艇庆祝生日。然后呢，他后来甚至还不断用 IG 打电话给我，然后一直道歉说，对不起，我的朋友闹事。然后他说，我平常其实不跟他们混的，我只是今天刚好在庆祝，所以才跟他们聚在一起等等之类，就是想洗清自己的清白的感觉。总之，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非常的荒唐。那结果后来我们才发现，他原来是因为对我们这一群里面的一个韩国女生有兴趣，所以才做出这一连串奇怪的行为。这样看起来他真的是还蛮急的。然后到了隔天之后，他也没有继续联络我们了，所以搭游艇的这件事情也就告吹了。所以我觉得喝醉酒的人说的话真的是听听就好了。不过我觉得这次遇到的事也算是一个蛮有趣的奇遇了。最近我在工厂得到了 Sticker Master 这个称号，原因似乎是因为我最近变成最主要负责贴贴纸工作的人。那因为我长时间一直做这个工作嘛，我的速度也不断的加快。不断加快之后呢，我又变成最适合做这个岗位的人，所以就变成一直我在做，然后我的速度又可以变得更快，形成一个正循环。我们的主管 Travis 是一个蛮幽默的人，他一开始还不知道我的名字的时候，他就会若无其事的叫我 Harry， 然后我那时候还一头雾水，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后来他又给我取了一个 Sticker Master 这个称号，我不知道未来他还会想到什么鬼点子。某一天，在嘈杂的机器声中，我在工厂做着贴贴纸的工作。已经练就肌肉记忆的我，提高音量，跟旁边的意大利人同事Gian Marco 开始聊天。那聊着聊着，他就开始问我：“你喜欢听什么音乐？”那音乐这个话题算是我的罩门。我近期一般只听 Lo-Fi 类型的背景音乐，真的没有什么在关注新歌。虽然偶尔我也会听一些歌手唱的歌，但是因为我没有太过的去关注，所以我一时被问到，实在是不知道我该要跟他讲我会听什么歌手还是歌名。不过为了不要让话题死掉，我就试着再多埋下一些话题的种子，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听的应该就是一般的流行乐吧，也会听一些动漫歌，因为我以前看过很多动漫。那意外的是，他的表情就突然变了，他眼睛为之一亮，他就追问我：“那你喜欢什么动漫？”那我就知道这个话题有中。过去我已经跟很多外国人聊过这个话题，所以说我已经知道要先从主流的东西开始聊。那我就先讲一些比较有名的动漫，像是《火影忍者》、《航海王》、《猎人》之类的。那聊着聊着，我就有点好奇，我就问他：“那你们在欧洲小时候电视播的通常都是哪些动漫？”我问了才知道，原来欧洲的小孩跟台湾人小时候看的动画其实都差不多，就是《火影忍者》、《航海王》、《哆啦 A 梦》、《宝可梦》、《七龙珠》、《游戏王》这些，可以说是全世界80年代的小孩共同的回忆了。那他自己是说，他小时候也是玩游戏王跟宝可梦长大的，可能花在上面的时间超过2000小时以上。那另外他也提到，他玩的第一个版本竟然是第5世代，这让我深深感觉到老了。我那时候玩的是第3世代，小学的时候。那在这段对话中，我也试着开启不同的聊天支线，慢慢的去谱出这个人的世界观还有性格的轮廓。也聊了意大利的一些文化，像是他的投资啊、金钱观，还有意大利的抽烟文化，还有他的戒烟故事，还有最近他在练习杂耍这件事情。像我目前已经遇过法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很多其实都是透过动漫当作一开始的话题的。这让我深深感受到，动漫真的从过去的次文化变成现在的一种主流文化。就是说，谁会想到呢？其实动漫往往是跟外国人最容易聊天、最容易引起连接的主题。
那我以前甚至还会觉得，动漫是一个不太好聊天的主题，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认知打开，也蛮意外的一部分吧。在澳洲这样的环境，3不5时你就会认识新的伙伴、新的同事，所以在社交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我也养成了过去很多没有的习惯，像是我现在第一次见面很习惯主动的去自我介绍，然后主动的去握手，然后快速想一些话题去破冰认识对方。透过这些聊天的过程，我也在不断优化我开场的聊天方式。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过去呢，我每次被问到我喜欢怎样的作品，喜欢怎样的音乐，我会因为真的想要讲一个我自己真的喜欢的作品，然后反而会想不到我其实可以讲一些很主流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就好。那最后的结果很常就是脑袋会卡住，或者说我讲出那些作品之后，对方也不知道，然后对话就死掉了。毕竟我之前看最多动漫时期是在2012到2018年，那其实我现在已经很少会看新的作品，所以在红什么我大多都不知道。但我现在已经知道，我过去这种聊天方式有点太过老实了。与其说一个不具体但是正确的答案，还不如说一个不正确但是具体的答案。意思就是说，就算你的答案不是完全正确的，你说的并不是你真正最喜欢的东西，其实也没关系。重要的是你得到了一个可以享受的社交过程，你跟对方找到一些连接点，然后有机会再往更深入去聊。所以比如说我之后如果被问到喜欢的音乐，与其说这种会听一些动漫的音乐这种很模棱两可的答案，我可能也可以直接说我喜欢《火影忍者疾风传》的 OP6 这一首歌。那就算对方他不知道这一首也没关系，至少他通常会知道《火影忍者》这个很主流的作品。那甚至呢，我也可以直接让他去听这个曲子，或是跟他分享这个东西的由来是什么。这样子其实是一个更容易延续话题的方式。那当你遇到这种臭味相投的人，兴趣刚好相同，当然你也可以再去往下延伸，再去分享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也不迟。所以总而言之，我在澳洲的社交修行之旅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这个礼拜我们房子的一对日本情侣搬出去，那其实之前也没有什么讲到话。那取而代之的就是一对日本人男生还有泰国人女生的情侣搬进来了，他们也都是比较害羞的类型，所以说目前也没有什么太多机会跟他们聊天。现在已经来到7月下旬了，不过我的6月号自营月刊到现在还没有剪辑完成。到了这个时间点，我已经发现现阶段的我光是要维持自营月刊的更新，然后偶尔看一下书，就已经占据大部分的时间了。以我自己普普通通的自律程度，要写网站、写 App 或是同时去完成很多其他的目标，这些事情大概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接下来我的生活稳定态到这个时间点形状已经大致摸索出来了。这个我在影片的最后面再来跟大家整理一下。这个礼拜开始 Yuji、Koto 跟 Go 3个日本人，他们决定轮流开车上班来省油，也就是说每次上班只会有一个人开车，那另外3个人就搭便车去上班。所以透过这个机会，加上这个月工作长时间的相处，我慢慢也跟这些日本人变得稍微比较熟悉一点，那也慢慢习惯时不时用日文去跟他们交流。很久以前我对打工度假的想象只停留在国外做当地人不想做的劳工工作这样而已，殊不知这个其实是数1数2非常容易跟全世界各地的人交流的一个社交修炼场。日本、韩国、泰国、法国、英国、加拿大，这里我已经不知道跟多少个国家的人互动过。那往往每次这个聊天的过程中，你都可以挖掘到一些你过去不知道的东西。
这个礼拜我也失去了 Sticker Master 的宝座。Travis 告诉我以后不会再有贴贴纸的工作，所以我也回归到装箱番茄的工作。那这实在是非常的可惜，我觉得贴纸大概是这里面工作最好的一种，因为它只要机械性的不断重复同样的动作而已，肌肉记忆养成之后就可以非常的放空，甚至可以开始思考其他事情。这大概是这边唯一一个你可以分心然后很专注的去想其他事情的工作。那可惜的是之后不会再有了。随着生活逐渐稳定下来，我也开始重拾阅读的习惯。这趟澳洲旅程很大的一个修炼重点，就是在提升我的社交技能还有心态。所以我也开始着手钻研一些社交的心态还有知识。我从礼拜一开始看《Captivate》这本书，它的内容非常的扎实。它从一个社交互动的前5分钟，要怎么去建立好的第一印象，到社交互动的前5小时，要怎么去建立信任、拉近距离，然后到社交互动的前5天，要怎么去深化这个关系。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包括了一开始你的肢体语言，到中后段的要怎么开启话题，几乎每个环节我都可以看到自己可以在优化练习的部分。所以这些都是蛮实用的知识。不过接下来我也需要大量的去实际操作练习，然后验证，才有办法转化为自己的东西，然后剔除不适合的部分。看书学习的同时，我也开始思考，我未来回到台湾之后呢，要怎么把我的自媒体事业扩展，然后举办一些讲座或是线下活动的可能性。现在上班的地方，因为他们每天都是传简讯告知我们明天上班的时间。那这周礼拜4呢，因为我把前天的讯息看成昨天的讯息，所以我就以为礼拜4是不用上班的。那到了早上我才惊觉，原来我今天要上班了。那平常载我的人不在家，我的车又被女友开去上班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自己去上班。那我就在认真考虑，要不要问邻居可不可以帮忙载我去上班，然后给他们一点钱。不过后来我打通电话到上班的地方，他们就跟我说没关系，今天可以不来，反正他们人手足够。那这时候我才安心下来。所以这天我就待在家里写作，然后发布了2篇文章到 IG 以及部落格，分别是关于欧洲人把腾腾蛇刺在身上这件事，还有劳力工作教我活在当下。在7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我总算是把6月的自营月刊剪完了。这次实在拖的是有点太晚，希望我下个月可以早点完成。那最近因为认识了一些朋友嘛，他们也说想要看看我的影片，所以我也开始决定把自营月刊这个系列加上英文的字幕。但毕竟手动翻译需要太长的时间了，所以我就用 AI 去生成一个 Python 的脚本来帮我做翻译的动作。这种小小的避免重复浪费时间的步骤非常重要，代表未来我每一集的英文字幕都可以省下非常大量的时间。讲到这边可以顺便聊一下，很多人会害怕去创业或是打工度假，会牺牲自己在职场的年资。但是我看的角度是完全相反，像我现在这样子去优化创作流程，还有累积创作经验跟能力，并不断用内容去诉说累积我走过的独特历史，常年下来它就会成为一个很巨大的护城河还有优势。这个是你还没有踏出脚步做出这些行动的人无法拥有的东西。我过去所有走过的历史大家都看在眼里，而未来新发现我的人，他们也可以去看过去我累积的所有历史。这个是未来所有新出现的任何人，他们都无法取代我的原因。所以我在累积的是身为创作者，身为一个自由人的年资，而不是在职场的年资。7月的月底，我的好伙伴印尼室友们也终于搬走了。那以往似乎是要去其他的地方做太阳能面板安装的工作，而Johan则是会搬到 Bowen 镇上的一个其他的房子。我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缘分再相见。原本感觉已经很习以为常的存在，
但是从明天开始，他们搬走之后就不复存在了。而新的伙伴呢，也可能会再加入队伍。接下来的旅程到底会怎么样展开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最后呢，做一下总结。这个月我的工作总算是稳定下来，那包括生活上也稳定了许多。我也开始摸索，开始打造一个新的稳定态。目前我的生活状态大概是这样：每个礼拜可能工作在30-40个小时，有时候到50个小时之间。那每周我会去2-3次健身房。下班后通常就要赶着写作、录制，还有剪辑影片。那还有剩余的时间，我会看一些书，也会持续的去做语言的沉浸。再有额外的时间，我才会去附近找些可以参观的地方晃晃。虽然也有一些其他的企划是想要执行的，像是制作一些网站以及写软体。那语言课程也有一些新的章节想要追加，不过目前真的是分身乏术了，光是做到以上这些就已经是极限了。那目前我自身的能力提升上，就会集中在社交还有语言能力这块。目前这样的状态或者说稳定态，可能会再持续个2-3个月吧。那我在澳洲的能力提升之旅，还会再持续进行。好，以上就是本集自营月刊的内容，那我们就下个月再见啦，拜拜。